人死了会把记忆都清荡，但房子不会。我是一名房屋中介，我见过很多房子，他们有的是新装的，有的是二手房，有的是酒店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住过。但一间房子有人住过，难免就会留下痕迹。我喜欢观察这些痕迹，我也因为这个小爱好，好几次死里逃生。但是这一次，轮到了我身边的人。那是一个夏夜，晚上10点多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付晓的一条微信：你能来找我吗？我新搬的房子好像闹鬼。我是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而付晓是我追了3年的姑娘。这个时间，这个人物，这个需求，如果我不去，那我还是男人吗？虽然他经常吃饭吃半天，洗澡洗一宿，但那时我总觉得只要时间够久，我就有机会。所以15分钟后，我出现在了四季医院小区1804，背着一个猫包，夜色中不见其物，只有2只眼睛，时有时无。它是我养的猫，名叫煤球。煤球名如其喵，浑身上下纯黑，一到晚上就容易失踪。在这个时间，煤球看起来比鬼都吓人，真的。我带它也是付晓要求的，他说猫能辟邪，我不信，我真傻，真的。不过我很奇怪，他怎么会搬进四季医院？我们这边是北方的小城市，房价跟1线城市没法比，这2年还有回落的趋势，一般都在6到7千一平左右。但四季医院属于豪华小区了，一平均价也在2万以上，就算是租房1个月，至少也要3000起步。付晓虽然长得好看，但也只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前台。我去的时候，他穿着一身毛茸茸的睡衣，看得出来他特意化了一个淡妆，但是还是掩饰不住的黑眼圈。看来这2天他确实睡得不好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付晓说他找了一份凶宅试住员的兼职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有些人会对凶宅忌讳，从而导致凶宅卖不上价钱。于是中介就找到一些胆大的人，按着客户的要求先去凶宅里试住，基本只要能全虚全影的活到最后就能拿钱。最后付晓还补充了一句：日薪1500，你帮我守夜，我分你一半。好姑娘，多坦诚，我喜欢。其实我已经做了快1个月了，一直都没遇到什么事儿，直到3天前我住进这儿才觉得奇怪。一开始就是总丢东西，不过我也没在意。但从第2天开始，每天早上我都是在外面的走廊上行的，这太奇怪了。所以我想找个人帮我守夜。我的朋友不多了，你是个好人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吗？气氛轰到这儿了，尽管无缘无故拿了一张好人卡，但也容不得我走了。我只能边听他说着，边看了看这间屋子。这是一间大3居，除了主卧和客卧以外，还有一间书房，家具都保持着原主人的风格，整体是欧式风格。那些繁复的花纹中已经积了不少的灰。客厅的水晶吊灯虽然明亮，但在灯光下灰尘也更显眼，这些都让房子多了几分破败。欧式装修虽然华丽繁复，但就是容易藏灰。按中介的说法，这里已经2年没人住了，自然存了不少灰尘。付晓入住进来，也只是简单打扫了一下。我把煤球放下，主卧已经被付晓占了，我只能把猫包扔在了次卧，顺便上了个厕所。这房子还有浴缸，也许这几天能好好泡一个澡。毕竟对泡澡的热爱是刻在东北人 DNA 里的，实在不能怪我。只是这浴缸也够脏的，不仅浴缸底下积了一层灰，而且瓷砖缝隙中间还有些黑色的油渍。我只在厨房见过这样的油渍，看来原来的主人也是个不修边幅的人。
虽然是凶宅，好在水电都有，中介还留下了许多方便食品和饮料，倒是不用担心吃喝的问题。付晓熬了2天没敢入睡，今天实在熬不住了。我到之后，他就回房睡去了。我一个人在客厅踢米。这个时间游戏里的代练太多了，3连败之后我的心态也崩了，只好起来拿罐咖啡喝，换换心情。这时原本趴在沙发上的煤球突然站了起来，2只耳朵竖着，被微微弓起，摆出进攻的姿态，盯着门口。可是门口什么都没有。煤球并不是一动不动的，他缓缓地偏头，仿佛是在追寻着一个人，一直到付晓门口才停下。紧接着咔嗒一声，付晓的门开了，接着付晓就从屋里出来了。煤球也转过头朝我喵了一声，跳到了我的腿上，同时我的屏幕也变成了黑白的，输了一波团战。我松了口气，这姑娘怎么走路连点声都没有。等待复活的时候，我跟她打了声招呼，她却没理我。这时我才注意到她闭着眼睛呢，原来是梦游。随着屏幕变成彩色，我又投入到战斗当中，但是余光中还是注意着付晓，毕竟梦游的人没有意识，万一磕着碰着也不好。他似乎拿了一把椅子，不知道要干嘛。这时手机里却传来中路妲己请求集合的声音，又是一波团战开始了。刚才那波输掉，已经陷入劣势，对面又打了条龙，这波团战打得格外艰难。我也无力分心，操纵着凯爹就开大冲断对方的后排。一波团战酣畅淋漓，我也拿下了3个人头。大家又忙活了半天，守住了龙线，我才有空看了一眼付晓。这一看却让我再无心打游戏。他站在吊灯的下面，脚下踩着一张椅子，睡衣换成了白色的浴袍，像是洗过澡的样子。浴袍的腰带却解了下来，吊灯下春光隐约可见，半截小腿晃得我眼睛发花。但他完全不在意，只是2手拿着腰带往吊灯上甩，像是一个要上吊自杀的人。可诡异的是，他依旧闭着眼睛，试了几次没挂上，皱起眉头，一脸焦急的样子。付晓，我又大叫了一声，他手上停了下来，我连忙放下手机，大步跨过茶几。付晓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但浴袍带子凌空甩出，终于挂在了吊灯上。他原来不是听见了我的声音，而是知道浴袍带离吊灯差一截，所以决定跳起来。但这样一来，脚下的椅子也被他凌空踢倒，眼看付晓就要摔在地上，我当时来不及多想，飞扑出去就将他抱在了怀里。我知道你们想看什么，但说句实话，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付晓在怀里是什么感觉了。也许带着洗发露的味道，毕竟他刚洗完澡，也许没有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，只觉得后背很痛。我后背正好摔在那把实木椅子上了，感觉脊椎都要断了。这么一折腾，付晓自然也醒了。他低头看看自己，飞快地给了我一巴掌，快到我都没有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跑进了自己的房间。我躺在地上，腰背疼得动不了，水晶吊灯在头顶闪得我快瞎了，那条白色的浴袍带子就在我头顶飘荡，像是死神在招手。煤球不知哪儿去了，我听见房门响动，很快付晓又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已经换回了那套毛茸茸的睡衣，卸了妆的他比之前憔悴许多，脸上带着抱歉的神色，手里拿着一瓶红花油，头顶的那条带子在我的视线里正好跟他重合，就像是缠在他的脖子上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视觉错位。你没事吧？刚才我反应过激了，不好意思。他伸手拉我起来，
我直接趴在了沙发上，付晓掀开我的衣服，露出后背。你干嘛？这孤男寡女的多不好。他在我后腰上打一下，疼得我嗷嗷直叫。都轻了，我给你上药。付晓的手软软的，还有点凉，现在想来应该是吓的。我趴在沙发上享受着女神的服务，不自觉有点飘飘然。但我还没忘了正事，以前怎么没听说你还梦游？背上的手停了一下，付晓才开口：我在来这儿之前从没有过梦游的症状。他停顿了一下，说道：自从搬进来之后，我每天早上起来的地方都不一样，有时候是在客厅，有时候在厨房，所以我才觉得这里不正常。我刚刚是梦游了吗？我简单的把刚才发生的事跟他说了一下。刚才如果不是我把他扑倒，他很可能就已经挂在吊灯上了。付晓只是想赚点外快，并没有想到能遇见这种事。他坐在沙发上哭得梨花带雨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有点发虚，但我还是不相信世上有鬼。我觉得这只是他压力太大了而已。我听一个医生朋友说过，压力过大是梦游症的诱因之一，所以996的朋友要多小心。当晚我们两个都没什么睡意了，借着咖啡的劲儿一直聊天。煤球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从橱柜下面钻了出来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他说起小时候个子矮，总被男生欺负，说上学时候第一次去网吧的紧张，说公司中的恶心上司，什么都聊，唯独避开了这间房子。我只觉得3年来加一起，他跟我说的话都没这一晚上多。一直到太阳出来，付晓实在熬不住了，就回房去睡了。我虽然还撑得住，但担心晚上他再害怕，恐怕那时候也不能睡，索性就在沙发上也睡着了。这房子虽然有客房，但付晓如果梦游的话，我在卧室听不到就坏了，而在沙发上没问题。我这人睡觉前有个风吹草动就能醒。付晓的尖叫从主卧中传来，我瞬间就从沙发上弹了起来。煤球比我先一步钻进了卧室，付晓坐在床上，似乎刚刚睡醒，脸红红的，他眼神怪异的看了我一眼。你刚才进没进我房间？我被他问得摸不着头脑，只得如实回答。没，我一直在外面睡觉，听到你叫声才醒的。你怎么了？我丢东西了。他的目光飘向衣柜，这时我才注意到衣柜已经被打开。他这次任务要待满7天，所以带了不少自己的衣服，而现在这些衣服明显有被翻找的痕迹。其中一个抽屉被拉开，此时里面只剩几双成团的袜子，但通过空包装来看，应该是女士内衣之类的东西。我睡觉的时候隐约听见悉悉索索的声音，我怕有什么事儿，就起来看了一眼，结果就发现这样了。我还以为是你。我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，严肃地说道：我虽然喜欢你，但我不是变态。虽然我的语气认真，眼神真诚，但付晓的眼睛里明显充满怀疑。这也怨不得他，毕竟这房子里没有第3个人，总不能是煤球偷的吧。我看看煤球，想在他眼睛里寻求一个答案。他看着我，仿佛在看一个智障。我说：如果是你拿的，我不怪你，你只要还给我就行。付晓的声音有些发颤，显然如果不是我偷的，我又能确定绝对没有外人进来，那就只有一种答案了：鬼。付晓能想到的我也能想到，但我还是不愿意相信这种事情。我皱着眉头看向房间的角落，那里有一个红光在默默注视着。
凶宅试住员的任务不仅是要活着，而且房主还要确定住的过程，不然前脚住进来，后脚中介一走就去隔壁旅店开个房，岂不是白得大几千块？所以这个房子除了厕所，四处都安了监控，他们就像是高高在上的观测者，沉默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我问付晓能不能看看监控，但这些监控录像都在中介那里，他只好先给中介打电话。好在那边接起来的倒是很快，他们聊了几句，中介就发过来一个视频，我们一起用付晓的笔记本看了。这视频只有17分半，虽然是黑白的，但拍的却很清楚。一开始只是付晓在床上睡觉，衣柜也没什么动静。我往后拉了2分钟，终于看到衣柜的门被打开了，那不像是风吹开的，卧室里本来也没有风，就像是一个隐形人将柜门打开。我能看到衣柜里的衣服都无声地浮起，像是有人在翻找什么。他找了几分钟，衣服翻动得越来越快，衣服也越来越乱。我跟付晓对视了一眼，他快哭出来了，2只手抓着我的胳膊，攥得生疼。电脑中的视频还在继续，那个抽屉一下子被拉开，付晓轻轻地叫了一声。视频里能看到里面确实摆满了女士内衣，其中一件飘了起来。虽然我看不到，但却能感觉到有人在欣赏它，然后一下子在我眼前就消失了。我不可置信地拖回来，反复看了几次，但那条内裤就这么消失了，没留下一点可供参考的痕迹。而剩下的那些衣服也一件一件地重复了这个过程，大约用了10分钟的时间，抽屉里就只剩下几双孤零零的袜子。房间恢复寂静之后，没用半分钟，付晓就醒了。我以前不相信世上有鬼，但从那一刻起，如果有人跟我说世上只有一种鬼，那我相信一定是色鬼。我还是怀疑这视频是假的，因为中介发过来的速度未免太快了。不过付晓显然相信这一切是因为闹鬼，他又哭了起来。美人在怀，他的发丝抚过我的鼻端，让我无暇他想。毕竟3年来我们从没这样亲密过，我只觉得就算世上有鬼，这一刻洒家也值得了。付晓虽然睡了1天，但心里惦记着这房子，想必也没有睡好，看了视频连惊带吓，在我怀中哭了1个多小时，竟然又睡了过去。我恋恋不舍地把他放在床上，盖好被子，不敢在付晓的卧室多待，随便弄了一碗面，喝了罐冰可乐才冷静下来。付晓虽然睡了，但我却没什么睡意，本来白天就睡了一整天，现在又觉得四周都有眼睛盯着我，就连坐着都十分别扭，更不用说睡觉了。我索性搬了把椅子，坐在付晓卧室的门口，就这么看着卧室门，我就不信还能出什么幺蛾子。那时候才晚上7点半，我盯了1个多小时，实在无聊，就又打起了游戏。在连胜与连贵的折磨当中，我随时还注意着卧室，但却已经忘了时间。正当一把游戏结束的时候，我忽然听到了一声救命。我本来有点困，听到付晓的声音一下子精神了，我一脚把门踹开，但凌乱的床铺上根本没有人。卧室虽然不小，但布局却很简单，除了衣柜和床以外，就是一个梳妆台以及一面等身镜子，几乎没有能藏人的地方。付晓，付晓，我大声地喊他的名字，可却没人回应我。他就像那些内衣内裤一样，居然凭空消失了。角落里的监视器闪烁着红光，像是在对我进行无声的嘲笑。
我第一反应就是拉开衣柜，可这次里面的衣服摆得整整齐齐，想来是付晓自己收拾了一遍。随即我便注意到了那厚重的天鹅绒窗帘，除了衣柜以外，那几乎是唯一能藏人的地方了。我一把将窗帘拉开，除了一扇采光极好的窗户，后面什么都没有。我的心仿佛也跟着空了一块。外面的天又黑了，我到这儿已经快1天1夜了。本来以为是个能接近女神还能顺便赚钱的机会，现在女神丢了，钱也不知道管谁要去，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区。不过出于职业敏感，我还是注意到4季医院虽然房间不低，但入住率并不高，几栋楼都只有星星点点的10几家住户。那些漆黑的高楼看起来像是一座座巍峨的墓碑。我像没头苍蝇似的在屋里找它可能在的地方，床底下、梳妆台后面，甚至是天花板，但付晓的确人间蒸发了。我看着衣柜旁的那面镜子，隐隐觉得它的存在不太和谐。毕竟一般来说，穿衣镜都会直接贴在衣柜上，这样换衣服照镜子比较方便。但是这面镜子贴在了衣柜旁边的白墙上，而且只要一开门就会遮住半面镜子。这种安排无疑会给住户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我的手按在镜子上，不禁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想这些啊？尖叫声如同撕裂的布帛。这次我立即就判断出是从卫生间传来的声音。Z， 卫生间里面没有点灯，但我却能听到水声。我拧了几下门锁，竟然被反锁了。我使劲拍了几下门。付晓，你在里面吗？我在。救命，好多血！付晓的声音颤抖，还带着哭腔。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必须要立刻把他救出来。至于里面有没有鬼，这不是我考虑的范围。我后退2步，重重撞在了厕所门上，结果一边肩膀生疼，那扇实木大门却纹丝不动。电影里都是骗人的。好在卫生间的门上有磨砂玻璃，我直接用椅子砸碎了玻璃，把手伸进去，从里面打开了反锁。我听见锁舌咔嗒一声就冲了进去，脚底滑腻湿润，鼻子中也都是腥味儿。我隐约看到那个破浴池里有一个人影，我随手打开了灯，那道人影正是付晓。他蜷缩在破浴缸里，身上还是那件睡衣，只是衣服几乎都湿透了，而且上面沾着大片猩红色的液体，在灯光下格外晃眼。我这才注意到浴缸和洗手池的水龙头都打开了，不过里面流出来的不是水，而是腥臭的血液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付晓早都被吓傻了，他看到了便嗷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挣扎着从浴缸里爬出来，抱着我哭。我虽然也害怕，腿都几乎软了，但这个时候我总不能怂。我抱着付晓，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慰他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赶紧带着付晓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喵！煤球的叫声从身后传来，我连忙回头看去，却见一个身影经过门口往卧室的方向飘去。没错，飘去。他走路不仅没发出一点声音，而且肩膀一动不动。那人的速度很快，我也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子，只能从衣着判断应该是个男人。我想起了那个偷付晓内衣裤的男鬼，浑身上下起了一层白毛汗，下意识就把付晓死死抱在怀里。可能他也察觉出我不对劲儿，小心翼翼地问我怎么了。我知道这时候不能再刺激他，否则他非吓疯了不可。不过不管给多少钱，
这破房子我是1秒钟都待不下去了。没事儿，我带你走。我不能走。付潇突然在我怀里挣扎，我却管不上那么多。一天1500虽然不少，可这钱有命赚也得有命花呀。我把他打横抱起来往外走，心里只念叨着那个进卧室的人不要发现我们。付潇虽然还在挣扎，但她一个小姑娘毕竟挣不过我。我开了大门就走了出去。一走出这间房子，付潇的挣扎更为激烈了，一直叫着让他回去，但我不能不管他。只是电梯停在了1楼，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到。我也才注意到，我们2人身上都沾了不少血，万一从电梯走被人看到，恐怕说不清楚。于是转身就走向了楼梯，楼梯里只亮着一盏绿色的逃生灯。我抱着付潇又没法掏出手机照明，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下走。当我脚上穿着拖鞋，鞋底又沾着血，又滑又腻，还是一脚踩空，摔了个七荤八素。我只觉脑袋磕在了楼梯上，莫名的恶心像土，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才缓过气儿了。第一时间就掏出手机找付潇，其实他并不难找，正一个人坐在楼梯间上蜷缩成一团哭呢。我们虽然只相处了1天，却比过去3年都长。我过去了刚才那股害怕的劲儿，何况又离开了1804。看见他这副样子，心里不落忍，便又坐在他的身边，顺势把付潇搂在了怀里。他这次却没躲，反而趴在了我的肩膀上，小声的啜泣。我不能走，真的不能走。他抽泣的时候，呼吸喷在我的脖子上，弄得我痒痒的。我低头看过去，付潇浑身几乎都湿透了，睡衣贴在身上。该看的不该看的我好像都看见了。我连忙抬起头咳嗽了一声，把我的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。谢谢。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狼狈的样子，小声的道了声谢，便把衣服裹在了身上。但楼道里冷，他依旧不住的颤抖。我好像知道这间房子里发生什么了，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能走。他虽然还这么说，但语气明显比刚才动摇了几分。我点起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肺里的烟火气让我觉得好像暖和了一点。你知道这间房里发生过什么吗？付晓摇了摇头，他们没跟我说过。我刚才看这个小区入住率低，才想起来我们圈里的一个事儿。我记得那是前年吧，一对新婚夫妻买了房子，这小区都是精装修拎包入住，也不用等工期，所以2人就直接住进来了。可是后来总有邻居去物业投诉，说这屋里有女人惨叫，现在想来应该是男人家暴老婆。这事儿我也是做背调的时候知道的，但是这个小区房子卖的一直不好，我也没怎么卖过这儿的房子，所以我的记忆也有点模糊了。但付晓听得却很入神，2人结婚不到1年，妻子就怀孕了。按理说这男的怎么也该收敛了吧？难道他连孕妇都打？何止是打，他还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呢。而且他也许是觉得老婆被他打怕了，自己在外面养小三的事儿居然毫不避讳，甚至当着老婆的面就给那个女人打电话。畜生！付晓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，随即又问道：这他都能忍得了？当然忍不了。我掐灭了烟，拿出打火机点燃，一簇火光照亮了黑暗的楼道。付晓轻颤着一半脸隐在火光之中。女主人怀了6个月的时候，一日丈夫从小三那儿回家，就发现屋子里有一股很浓的煤气味。
他立刻跑到厨房，却发现妻子站在窗边，手里拿着一只打火机，就像这样。我咔嗒咔嗒打了2下火，觉得有点烫手，就把打火机灭了。男的扑过去想要夺打火机，但妻子的动作十分果断，随即就是一声爆炸，火焰把妻子推出了窗外，直接从18楼摔了下去，一尸2命，惨不忍睹。而那个男的被困在了屋里，消防员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具焦尸。我想那个偷你衣服的色鬼就是他吧。付潇抓我手臂的手越来越紧，我却借着手机的亮光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，他的神情很挣扎，终于低下头小声说了一句：不是的。什么？那个鬼不是他？与其说鬼不是他，不如说根本没有鬼吧。付晓像是一只受惊的小动物，一下子就从我怀里窜了出来。你怎么知道？谢谢你跟我说实话。我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，也许是我看过太多房子了吧，一进到这个房子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，但却没想到哪里奇怪。直到你失踪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你房间里穿衣镜的位置很不合理，所以就把手放了上去。虽然你立刻就喊了，但我还是看出来那是单面镜。我不想再看付笑的眼睛，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害怕看到他现在的眼睛，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碎了一样。那后面应该有一个密道直通卫生间，你就是自己进了密道之后才叫的救命。因为隔着一层玻璃，所以我觉得声音发闷。而你也是自己躺在了浴缸里，把水龙头放开的吧？至于水龙头里的血，应该也是早都准备好的。我一开始觉得是你自导自演，直到煤球看到了另一只鬼。而且我想制作密道、修改监控视频，应该不是你一个人能完成的，甚至算上那个鬼，也不够你们是一个团伙，对吗？付潇沉默了一会儿，声音中透着小心翼翼。是他们强迫我的，我真的不知道除了你以外还有谁能来。他紧紧抱着我的手臂，生怕我会走了。你有把柄在他们手上，对吗？旁边寂静了好一会儿，付晓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不知道是冷的还是紧张，声音很抖。他们有我的照片，我只是想贷款买一个手机而已，没想到能控制住一个女孩的照片。不用说，我也大致能想到，怪不得他说什么都不会走。可是他们做这些，为什么就为了吓唬我？这些人跟我有仇？付潇说出来之后，整个人好像都轻松了不少。不是他们改造了这个房子，装了各种暗道，然后做恐怖直播。那些观众也知道鬼是装的，但他们只想看人在撞鬼下的真实反应。我在直播中也会拿到分成，但这些分成都会用来还他们的钱。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你别怪我，但我真的不能走。一旦走了，他们就会把那些照片发出去。让我想想，我听见这些也心乱如麻，任谁知道自己无意中成为了笼子里的猴子，心里也不会好受。我又点了一支烟，我2口就把烟抽尽了，还亮着火光的烟头扔在地上，被我一脚踩灭。还好他们只是要钱，现在只有陪他们演完这场戏，让观众们满意了，他们自然会放过你了。那你走吧，咱们离开太久，他们搞不好会狗急跳墙。回去路上我跟你说吧。付晓站起来，很自然地挽过我的手，我却疼得缩了一下。他抓过我的手仔细看，你受伤了？
你不说我都没注意，应该是开卫生间门时候弄的吧。我俩从卫生间出来以后，身上都是血，后来的事又峰回路转，我真的没注意受伤了。但这时候才看到掌心有几道口子，还有血从手上流下来。傅潇的眼神里充满心疼，他撕下自己半截袖子，不由分说绑在了我的手上。等回去找点酒精和纱布吧，快走快走。傅晓当先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心里却挺乐呵。我们回去的时候，门依旧开着。我知道一踏进大门，我们就又成了笼子里的猴子。我只能大致把计划跟傅晓讲了一下。他在我讲完之后，忽然踮起脚尖，吻上了我的嘴唇。不知道是失血过多还是怎么的，反正当时哥们儿挺飘的。邓天林生前是个渣男，死后是个色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躲在暗处吓人算什么本事？有胆子出来单挑啊！我的手依旧滴着血，但却踹开每一扇门。果然那个鬼不见了，只有煤球从沙发底下喵了一声，推出一台小型滑板。想来这就是他飘着的道具。不过现在这是能揭穿他们的证据。方才我上来的时候看到电梯还在1楼，而且我从始至终也没听见脚步声。我猜这人应该是躲在某个密道之中，但我也不着急把他抓出来。打开所有房门，也只是要让那些监控更方便的拍摄而已。我知道此时的画面已经传进他们的直播间，但我要的就是这样。我大步走进厨房里，傅潇打开了天然气阀门，而我直接点燃了打火机。你生前被烧死一次，现在变成鬼了，哥再陪你烧死一次出来啊，邓天林，哥带你重温往日光辉。火苗在手中微微摇曳，当然没有人回应着我，但那个密道中的人已经成了我们的人质。燃气阀门是傅晓开的，他们应该已经猜得到我们已经交换了情报。现在的情况变了，我们双方都知道这是一场戏，只有那些直播间的观众不知道。事情演变到跟鬼同归于尽，想来直播间已经爆了。其实我猜的没错，这一出的收益远超之前，只是人都是贪婪的，他们还想试试我的底线在哪儿。此刻我们都在赌，我在赌，他们只想赚钱，不敢真的闹出人命。他们在赌，我不会真的为了傅晓去死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手里的火机越来越烫手，空气中的天然气浓度也越来越高。本就虚弱的傅晓轻声咳嗽，他的手紧紧握住了我的左手。这个计划只是我临时想出来的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我们两个都很害怕，但也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成了一对亡命鸳鸯，根本没有其他退路了。终于监控器的红灯灭了，这意味着他们的妥协。我连忙灭了打火机，开窗通风。傅晓也赶紧用湿毛巾堵在了我们俩的口鼻上。那一晚我们是怎么离开小区，怎么去医院的我不想赘述，说说后来的事吧。那天之后就没人再找上傅晓，我们的生活也恢复了平静。邓天林的故事不胫而走，已经成了我们这儿的一个都市怪谈了。这使得4季医院的房价一跌再跌。这事儿里有我的推波助澜，但凭我一个小中介，肯定达不到这种程度。恐怕这个局面也是他们希望看到的。1年后，4季医院小区1704，
我把钥匙插进锁眼，打开了门。付晓正窝在沙发上玩手机，他头顶就是我们的结婚照。回来了？他摘下了耳机，看着我笑了。今天在家怎么样？我放下公文包，坐在他的身边。还是那样呗，楼上吵死了。不过也多亏了这样，我们才能以那么低的价格买下这儿的房子嘛。咣的一声，从楼上传来像是凳子倒在了地上，紧接着就是一个男人的哭号声。鬼，真的有鬼啊！这哥们儿可比我当年怂多了啊！你就嘚瑟吧。付笑拍了我一下，我也不在意。好了，老婆大人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火锅。那正好，我还没脱衣服，咱们赶紧穿衣服出门。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火锅特别好吃。真的？那你等我。好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等你。付晓从卧室里探出脑袋，笑着冲我飞吻。虽然过程有些曲折，但我还是过上了我想要的日子。而我们的房子也会在许多年后留下我们的生活痕迹。或许几十年后我们不住在这儿了，会有另一位房客，从这些遗留下的痕迹里读出我们的故事。